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73.72，收盘价是171.7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73.80。最低价是在169.19，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20日均线值，并且站上了前高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12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04 倍量增。KD 值开口略有缩小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也是继续上行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空头趋势转为多头趋势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5月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突破后的上涨中。这个突破我们指的是5月5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站上了第一根变盘信号线的最高。那么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线型定义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，那么它被称作叫吊人线。吊人线是反转向下的信号 K 线。那日后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，那么股价将会出现回档。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线型定义为在相对低的位置，那我们会把它称作叫锤子线。那锤子线呢，它将是股价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当然，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要站上这根锤线的最高，那股价会继续上行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一个上涨，收盘价会在176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，给出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172附近。另外一个是横盘向下，收盘价会在168附近。实际在5月8日收盘价是在171.79，出现了横盘向上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不仅点位接近，走势也基本相同。那虽然是出现了横盘向上，而且呢，收盘价也是站上了前高，并且又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。那这都是利好的消息。但是呢，它出现的是一根下跌的红 K， 也就是说股价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开盘即是最高价附近，然后股价被压回。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量增，说明在这个区域是有卖压的，同时在这个区域也是有空头进场的。所以说呢，这样一来就是说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如果我们把它看成吊人线呢，那后续股价会出现回档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先看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5月9日股价如果下行，下方的第一个目标
我们认为依然是160。160是5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目前啊，它是一个头高，然后底高的一个短期多头趋势。所以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那它的目标就是要也就是说要跌破这个短期多头趋势的第2个底，所以160将是股价下行的第1个目标。如果160被跌破，当然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52。那跌破152的目标就是要维持自2月16日以来的，我们会看到是一个空头的趋势，并且我们会看到在5月8日的这根 K 线啊，它还没有突破自2月16日以来这么一个下行的趋势线，或者换句话说，它已经临近到这个趋势线，所以目前股价越向上呢，可能压力会越大。那在这个地方，很可能股价会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。当然我们说，如果跌破160，接下来那目标就是152，去维持这样一个空头的趋势。好，这是股价下行的2个目标。当然我们会看到股价在下行的过程当中，在到达160之前啊，我们说各条均线值将成为支撑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股价上行的第1个目标，我们认为也依然是目前的这个水平线，是177，就是股价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在5月8日，它的最高价是在173.08。我们在之前说过，这样的一个缺口啊，它的中线在173附近是强压力。那么在5月8日呢，也是在这个缺口的中线呢，遇压而出现了反转向下。我们说的是在盘内，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它也是有支撑的，它还有长长的下影线，说明在盘内还是有买盘跟进的。好，那第1个目标是177，目标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。那么压力呢，我们会看到就是这条趋势线。当日5月9日当日 K 线和趋势线焦点是在176.5附近，也就是这个地方呢，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压力位。那如果177被站上，接下来上行的目标就是192。192站上它，就是要收复自4月12日以来的下跌。我们会看到，在4月12日以来出现这样一个下跌以来啊，然后出现了一个回档，然后是一个大幅的下跌的过程。所以从4月12日一直到4月26日，这是一波大幅的下跌。那目前呢，股价出现了回升，正好173或者172这个位置啊，正好是4月12日以来下跌的一个中线的一个位置。那所以说呢，这一波股价如果上行能够回补这个缺口，然后并且在这个地方不会遇压而反转向下，那么它的目标就是192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下行和上行的分析。那么对于5月9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观察位，我们要关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66一直到168，那我们取它的中线是在167附近，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。好，其实167我们也会看到是这根绿 K 的50%的成本线，
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关注股价在5月9日如果出现回档，5日均线值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，也就是它是一个支撑。这是一个点位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个含下影线小红 K 线的最高是174附近，和它的最低是在169。也就是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含下影线的小红 K 线的最高呢，那股价会继续上涨。如果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69呢，那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好，这是盘中我们说要关注的点位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目前有2个多头的仓位，我们依次来描述一下。在4月27日收盘价，我们有5%的进场抢反弹，目标是165，进场点是160。那么如果在165没有获利出场，是一直持有的，那在5月5日的收盘价这个地方是在170附近，我们又给出了加仓进场。那加仓进场呢是10%的加仓，那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有50%的15%的仓位。那到了5月8日，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加仓15%之后啊，那这个仓位并没有获利，我们给出的是止损位在164，实际上也就是守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那在5月8日股价并没有跌破它，那到了5月9日，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个止损位由164提升到166，是在这个位置。那对于目前也就是5月8日收盘之后的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说是不可以进场继续加仓的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仓位，如果在165没有获利出场，应该是加仓到15%了。那我们的目标呢是叫做加全仓，加全仓就是要加到50%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仓位。那第二个仓位呢，我们说之前如果没有进场，那么在5月5日的收盘价170附近是要进场抢反弹，5%进场抢反弹。目标是173，我们在5月8日给出的止损位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是163。那么到了5月8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到达了173.80，那么这样的一个抢反弹的仓位呢，会获利出场。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那一定是要等待继续加仓做多的。那我们要给出止损位，在5月9日的止损位，我们同样要把止损位从之前的163要提升到166，也就是我们守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。好，那提到这里呢，这是2个做多的仓位。那提到这里呢，我们要补充说明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仓的抢反弹目标是173，除了对这个仓位来说啊，我们也针对之前在比如说这个地方进场5%抢反弹，在这个地方加仓10%，我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到全仓，
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在170有抢反弹的进场，目标是173，这个173不仅是对这个仓位抢反弹，也是对之前一直加仓做多的仓位的获利点。对，所以在我们视讯当中给出的这样的技术操作啊，所有的目标获利的目标是对之前的仓位的，对，因为我们其实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，到最后都是被止损出场的。那我们说这样的视讯给出的信息都是叫建仓加仓，最后都被止损出场了。实际上我们是给出获利点的，对。那在视讯当中，我们只给出止损，对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之前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说明。做多，这是做多的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到5月9日开盘之后，我们认为会有空头在171.79收盘价这个附近会有空头的进场或者叫加仓，因为在这个地方已经有空头进入了。那他们在这个地方的加仓呢，目标就是160，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177。那也就是说，股价如果出现在5月9日出现上涨，那会继续有空头的加仓，应该是加到趋势线176这个位置。那么他们要守的就是177。那如果有多头力量的介入，一旦股价冲破了177呢，我们认为会促成多头的空头的回补，股价会还会有一个向上的提升。那同时我们说，股价如果出现下行，尤其到20日均线值这个位置，那空头会有更猛烈的加仓。对，那么多头要守的位置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166附近。所以我们说，从这根 K 线的最低169，一直到上方的176，这都是空头的进场点和加仓点。好，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讨论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这个缺口173到177，第二个压力位是183，是4月1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第三个压力位是从189到192，189是4月17日这根 K 线最高。这是3个压力位。那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前低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169.5附近。那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166到167之间。然后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63到164，然后如果我们把它和下方的缺口合并，这是第三个支撑，是从162一直到164。那第四个支撑就是下方的160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5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会出现横盘，如果出现横盘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2.5，下方最低会到达167.5，收盘
会收在170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我们预测的这个横盘啊，应该在这个地方继续出现一根含下影线的小红 K 线。好，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突破，这个突破我们指的是突破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或者是最低。那我们先说向下突破，如果向下突破，它将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2，下方最低会到达166.5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68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大幅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向下突破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向上突破。如果是向上突破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0.5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7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76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向上突破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